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姓氏，张、李、王、陈、黄、林、赵、刘，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他们一开始真的只是家族标记吗？还是其实跟权力、土地、官职，甚至战争有关？更重要的是，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原本各国的贵族、宗室、诸侯，他们的姓和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？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要从2个层面来讲。第一部分，中国姓氏的真正起源，姓与氏本来不是一回事。第二部分，秦代的君侯制度，为什么秦始皇要消灭旧贵族？最后我们会看到，原来我们今天的平民姓氏，其实是从贵族制度崩解之后诞生的。很多人以为姓氏从一开始就是父传子，但在最早期的中国社会，姓反而和母系有关。在上古时代，夏商以前，社会结构还带有母系氏族特质。那时候，人们更容易确定母亲是谁，却未必能确定父亲是谁。所以，最早的姓是用来标记母族血缘的。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很多远古姓氏都带女字旁，例如姜、尧、姬、嬴、齐、归麻、巳，这不是巧合，因为这些姓原本就是某个母系部落的标志。比如周王室的祖姓是姬，秦国国君的祖姓是嬴，这些姓不是每个人都能有，而是只有王族血脉能有。所以一开始，姓血缘标志是极少数上层家族专用，普通人根本没有姓。到了周朝，事情变得更复杂了。周代出现了一套制度，姓家氏的双重系统，姓用来表示你来自哪个王族族源，氏则用来区分同一个姓里面的不同分支。举例来说，周天子是姬姓，他的儿子、兄弟被分封到不同地方，分封到鲁国是为鲁氏，分封到晋国是为晋氏，分封到魏国是为魏氏，于是就变成姓宗族血统，氏政治封地。简单说，氏其实就是封国或封邑的名字。所以在春秋时代，真正有姓氏的人全部都是贵族，平民只有名字，没有姓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左传理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称呼，例如公孙卯、司马某、仲孙某，这些都是用官职或封地当作氏。转折点出现在春秋战国，这是一个长达500年的战争时代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原本的贵族大量战死，封国被消灭，王族被流放，身份体系开始瓦解，原本只有贵族才能用的氏，开始慢慢被平民吸收。原因有3个。第一，很多贵族亡国后，为了避祸，改成用氏当姓。第二，很多平民投靠贵族，跟着用同一个氏。第三，官吏制度普及，登记人口需要固定姓氏，于是姓和氏开始融合。到战国末期，出现一个新现象，平民也开始有姓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姓氏的真正起点。现在我们进入重点，秦代的君侯制度。秦统一六国后，天下还残留大量旧势力，六国王族、原来的诸侯、各国士卿大夫、地方豪族，如果让他们保留封地与军队，秦帝国根本不可能稳定。所以秦始皇做了一件极端但有效的事，废封建，行郡县。他取消了周代那种分封诸侯
世袭土地的制度，改成天下分位、郡县，官员由中央任命，任期制不能世袭。但问题来了，原本的贵族怎么安置？这时就出现了君侯制度。秦的君侯分为几类：彻侯、关内侯、的列侯。这些称号的共同点是有爵位、有俸禄，没有封国，没有军权，没有世袭统治权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贵族制度。秦始皇对六国救王族的策略是不杀光，不让他们掌权，集中安置，监控行动。例如，六国贵族大量被迁到咸阳、关中地区，表面上是荣养，实际上是软禁。他们还有姓，还有爵号，但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。秦国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制度，20等爵制。这是商鞅变法留下的制度，原则只有一句话：不看出身，只看战功。你只要在战场上斩敌首级，攻下城池，立军功，就可以升爵。孔氏、上造、三鸟、不根、大夫、官大夫、公大夫、关内侯、彻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就贵族失去天然优势，新贵族来自军功，所以秦代的侯很多其实是将军、功臣、战争英雄，而不是世袭王族。这件事非常关键，因为在周代，姓、血统、氏、封地、身份、世袭，但在秦代，封地被取消，爵位与土地分离，身份不再世代传承，于是出现新现象，旧贵族失去政治意义，姓氏变成纯粹的家族标志，不再代表统治权者。结果就是姓氏开始平民化，原本属于王族的姓嬴、姬、姜、姒逐渐散落到民间，原本属于封国的是赵、魏、韩、楚、齐，变成今天常见的姓氏。例如，赵姓来自赵国宗族，魏姓来自魏国后裔，韩姓来自韩国宗族，陈姓来自陈国，刘姓汉朝宗室姓。这些姓氏本来都是国名。秦始皇要消灭的不是单纯的六国，而是以血统统治天下的秩序。他要建立的是皇帝加官僚加法律，而不是天子加诸侯加宗族。在这个制度下，姓氏不能再代表权力，贵族不再自动世袭，天下只属于皇帝与法律。这也是为什么秦代的君侯制度是一种过渡制度，就贵族还有名分。新体制已经成型。如果你今天姓王、李、张、陈、赵、刘、黄、林，你其实继承的是一段从贵族变成平民的历史。姓氏从血统标记、政治身份、家族符号，这背后是周代封建的瓦解，战国战争的淘汰，秦代中央集权的诞生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秦始皇，就没有今天普遍化的姓氏制度。你今天能说我姓张，我姓林，我姓陈，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帝国、战争、权力、法律、制度共同塑造的结果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节目再见，拜拜。